作为见面习惯鞠躬或握手的东亚人，回想起初次被拉美朋友热情熊抱，东欧姐妹们用力拍背亲脸的场景，那一刻的震撼至今令我印象深刻，身体僵硬，心跳加速，却又莫名的感到温暖，真的彻底颠覆了我的舒适区。从那之后，朋友熟人之间这种亲密接触的习俗，慢慢开启了我情感表达的转变之旅。根据心理学家加里·查普曼提出的著名理论，人们主要通过5种方式表达和接收爱，这被称为5种爱的语言，包括肯定话语如赞美和鼓励、品质时间、一起专注相处、接受礼物、礼物代表心意、服务行动、帮助对方做事和肢体接触如拥抱、牵手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主要和次要的爱的语言，理解这些语言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建立亲密关系。其中，肢体接触被视为最直接的本能表达，能释放催产素，给人带来安全感和连接。在5种爱的语言中，肢体接触在不同文化中表现迥异，但东欧和拉美文化中特别突出这一表达。在拉美地区，如墨西哥、巴西、阿根廷等国家，拥抱和亲吻脸颊是日常问候，即使对新朋友也如此。这种高接触风格源于温暖的人际传统，体现了社区和家庭纽带，完美诠释了肢体接触作为主要爱的语言，能快速传达信任与喜悦。东欧如俄罗斯、乌克兰、白俄罗斯等国，虽整体较为克制，注重个人空间，但斯拉夫传统习俗中，亲朋好友之间常有深情熊抱，家庭或庆祝场合也热情拥抱，这是一种选择性的肢体表达，同样将拥抱视为深刻情感的载体，帮助人们在历史与情感中建立连结。作为从小到大没有经历过拥抱传统洗礼的东亚人，刚开始与东欧和拉美朋友相处时，我常常感到手足无措。虽然东欧人通常较为内敛，身体接触多限于亲密关系或特定场合，但拉美人则无比热情，见面往往紧紧拥抱加亲吻脸颊，甚至聊天时自然触碰手臂。这种差异让我从最初的僵硬，渐渐感受到肢体触碰背后的真挚情感。有研究显示，拥抱能降低血压，减少压力，并释放催产素，促进情感连结。在拉美和部分东欧文化中，这种接触被视为日常必须，帮助快速建立信任。确实，拥抱不仅是习俗，更是人类本能的爱的语言。在中国等亚洲文化中，在公共场合，人们之间身体接触较少，更多依赖言语或眼神，这与拉美的高接触和东欧的适度拥抱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与东欧和拉美朋友们1年相处下来，我学会了灵活调整，对拉美朋友们大方拥抱，对东欧朋友们见机行事，适当尊重空间。时间一长，这种转变真的丰富了我的情感表达方式。如今，我已完全融入这种文化，它让我的人际关系更亲密、更真实。我不再退缩与熟人见面拥抱，反而主动张开手臂。无论东欧的深情熊抱，还是拉美的热情紧拥，都教会了我，肢体触碰是无价的礼物，能治愈孤独，增强归属感。过去这1年的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，真正的连接从不依赖语言，而是从勇敢张开双臂开始。在那个短暂却有力的拥抱里，我们跨越了文化、历史与隔阂，触碰到了人类最纯粹的温暖与共鸣。如今，我不再只是学会了拥抱，而是学会了用整个身体去爱这个世界。